其实刚才主持人问你的前妻说，他怎么样做，你才可以原谅他？他说不知道。在我看来，也许那个不知道，除了恨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缝隙，那是一个可能。但是这个缝隙你必须头破血流的去撞击这个缝隙，也许就是机会。但是如果你站在旁边观望，那个缝隙将会越来越小，甚至很快会彻底关上，永远没有希望。也许我在婚姻中的经历和经验不如王老师多，所以我恰恰无法判断这个不知道的含义。因为在整个的这个电话录音中，我听到的最刺激的、最多的一个词叫做信任，他重复了4次，他不再信任你了。所以如果是这个答案的话，那么王老师，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个缝隙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在场的嘉宾朋友们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的话，我一点都不会同情这个男人。可是你们要知道，他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，如果是陪伴着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大，将意味着什么？您看，您今天上场之后，您戴的这个面具，我觉着您真的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件事儿，你还没有完全的意识到你到底错的有多重，因为我觉着你今天是想保护你自己的，但是却没有那么坦诚的面对他。我要是一个旁观者，我会认为，你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余地，不管这些情感能不能挽回，但至少将来别把我这赖以生存的工作再丢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男人的贪婪，你什么都想要。你当时想要2个女人都要，而今天你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们依然看你在犹豫，一方面是你的工作，一方面是你的前妻。所以你永远这样的话，你永远无法做出一个选择，无法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缝隙我们永远看不到。男人要学会破釜沉舟，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境的地方，才有可能逢生。好，所以今天我给您一个机会，先生，请到这里来。我希望你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，我们给他一点时间。我从小呢，父母去世的早，我今天能够有现在的工作和事业，能够有现在的位置，这么多年来我付出了好多好多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可是自从我离婚以后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心里都是空荡荡的，像没了魂儿一样。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事业再好，钱赚的再多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今天戴这个面具，就是怕曝光，怕失去我的工作。但是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都对，我必须要做出选择。如果公司的领导觉得我丢人了，觉得我给公司带来的损失，觉得要开除我，我不后悔。谢谢你的勇气。这个机器的背后，就是你的前妻。我特别希望你把你心里最想说的话告诉她。倩儿，请允许我
再叫你一声老婆。你是我最最亲爱的老婆，是我唯一的老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我的过失。我愿意让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记住我这张脸。我愿意让所有人都来监督我。我愿意生活在真空里，我愿意让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只要我能弥补我的过失。我请你原谅我。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，也许他长大以后可能会看到这个节目，也许他会知道他爸爸曾经犯的错误，但是我不怕。我想让他知道，他爸爸今天有勇气敢于站在这儿，敢于承认错误，并且发誓永不再犯。我相信孩子会原谅我。告诉他，你想回家。老婆，我想回家。别哭了。我知道我记得，我会真的原谅他。起码，他们和孩子还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最起码他现在能做的都做了。喂，谁呀？素梅，我刚看了电视节目啊，相信你一定也在看吧？看了，李大哥。说实话呀，我也正想给你打个电话呢。哎呀，有些话憋在心里呀，不知道给谁说呀，这憋得真难受啊。你说当时西凤他们出这个事儿吧，把我恨的呀，我牙根都发直啊。可是今天吧，看见他电视里边哭成那个小样，我这心好像一下子又软了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你说，就是养个小猫小狗，10几年也养出感情来，何况是个大活人呢？
另外吧，咱拍着良心说啊，媳妇儿进这个家10多年，对咱们、对桃子、我、苏青还真是不错。可是他怎么他这鬼使神差的干了这么件事儿？哎呀，他就是一时糊涂啊！哎，苏青心里怎么想的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敢问呐。你看啊，这个西风啊，毕竟是当着这么多的人，真诚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，忏悔了一把。而且呢，苏青跟他又有了孩子，你能感觉到，那个西风啊，真是真情的想挽回这个家，挽回苏青。是，他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但是呢，这对苏青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呐。总而言之啊，困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，往后啊，会越过越好，你说呢？疼是不是？肚子疼。是哪种疼法？绞着疼是吧？没事没事，宝贝儿，就是快生了，别着急啊。您等会儿，别着急，灵儿就是要生了，别急啊。喂，那个急救中心吗？那个我们家有孕妇，马上来，那个情况危急，那个什么。 长青小区是哎呀妈呀，18号楼1901，赶紧啊！谢谢您啊，谢谢。哎呀妈呀！喂，果然，那个什么，你那桃子呢？妈，那个桃子在里屋就睡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姐快生了。就是嘛，我跟你说，等会儿。哎呀妈呀！ 喂，对，是我们家。那你们到哪儿了？啊？怎么会找不着呢？你说你现在具体位置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下楼去接你们吧，要不你们进来也找不着，七了拐弯的。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果然，那个什么。 那个一会儿上了车之后，我会告诉你这在哪个医院啊，你再去啊。您放心啊，妈，一会儿见啊。哎。
我跟你说，我得到楼下去接他们一下，不接的话找不着，知道吗？耽误更长时间。我跟你说，宝贝儿，别害怕，这没事儿，我就阵痛，没事儿，好不好？你挺一会儿，我去接他们。我走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放心啊，肯定没事儿啊，肯定没事儿。哎呀妈呀，我不锁门啊！喂，哦，我老婆，刚才妈来电话说姐要生了啊？哎，那什么，我现在过去接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家。不是奔家里头，就咱俩直接奔医院就行了。那也不用，我自己去医院。别，咱俩得一块儿去。那个，你回头让妈知道了，咱俩分开去的，以为又出什么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换好衣服，你在楼底下等着我，我5分钟就到，好吧？行吧。大姨，大姨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姨，媳妇儿，你怎么？我那个苏欣快生了，你赶紧上楼去，我到大门口等救护车去。哎，好，快点！好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这就上去。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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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媳妇儿怎么也来了？她已经连续10几天了，每天就蹲在咱家门口，都到后半夜，她就算着你姐的预产期呢。哎呀，心想她能帮上点忙，你别说，今天还真是亏了她了。早干嘛来着？是。不是我说，媳妇，你能不能松弛点，放松点？母子肯定平安。哥们提前给你恭喜了啊，恭喜啊！哎，我说，你上那节目，我看了，恭喜！我说你乐呵点行吗？笑出声来，笑出声来。哎，你跟桃子那个仪式也快了吧？快，到时候来啊！有什么需要我的你就说话。我说让你到时候来，我争取吧。没有争取，必须来。这么定了。祝贺啊！